为何这灯没有点火就能亮？还有更神奇的呢，皇上没有发现这房间这么大，里面没有炭火盆，却异常的温暖吗？发现了，所以房中没有炭味，空气异常的清新。秦婉再次把他带到了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。这个房间里的窗不是纸做的，而是烧制成的一整块巨大的琉璃，格外通透，外面的光能全透进来，所以房间采光特别好。打开窗，外面就是露台。这一面临河，3层的高楼可以俯瞰京城繁花如烟的盛景。妙在，妙在，此房妙在。那这回，皇上觉得这180两值吗？朕认为还是在抢钱，还有什么好玩的、新鲜的，拿出来。外头冷，俩人又进了房间。秦婉把他带到了浴室，里面有个浴缸。晚上的时候，皇上可以躺在这里泡澡，这个开关这么一开，就有热水了。他拔下塞子，真的有潺潺的热水从管子里流出来。江北宇看着他的目光奇异而炽热。这些东西都不曾在江国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，全都是新奇之物。而有些他却在那个黑色的盒子里看到过类似的。那个黑色的盒子和现在的江国是2个世界，而他一直在把那个世界里的东西带出来，直到他的生活与那边慢慢靠拢。皇上饿不饿？晚上想吃点什么？似乎为了缓解尴尬，秦婉将一份菜单递给了他。波龙，这是何物？58两银子一份，晚膳的价格包含在房费里面吗？晚膳的价格呢是另外出的，不过皇上想吃什么，今日可以随便点。好好。本来这次出来就是来宠他的，随便他想怎么样。朕的筷子呢？这个不用筷子，待会儿臣妾教你。皇上 ，Cheers！ 你让朕去死！哎呀，非也，这是一句餐前语，表示碰杯庆祝的意思。头顶的夜空依然繁星璀璨，这里和住的皇宫的确是不同的体验。兴许是有他一直陪着，他觉得在这里的每时每刻都很美好。什么时候他对他这么重要了？重要到了非他不可呢？秦婉，原来你叫秦婉，朕的婉婉。我家烈烈辛苦啦。你叫谁烈烈？叫你啊，怎么地啊？再叫一句，喜欢。准备揪他耳朵的手变成了一个环绕的姿势，搂在他颈上，点足就在他唇上亲了一口。冷冽一把横抱起他，就朝卧房走去。这要吃肉了吗？我知道叔叔缠我的身子很久了，我也恨不得现在就要了你，可是现在还不可以。哼，心机男。他就是故意诱惑他，又这样戛然而止。我希望我跟叔叔做这一切是在3书6聘明媒正娶之后，是在喜房的红床单上，而不是客栈的白床单。我在城里举目无亲，唯一的朋友又在宫里，你娶我的时候不如就在这里娶吧，到时候我把边上的至尊套房布置一下。那怎么想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将军夫人，怎能在客栈娶你？你不必担心，我已经联系好了，我一个二姑就是从4品的官，让她认你做义女，到时候你从她的府上风风光光的出嫁。马叔叔又被震了一下，眼窝甚至微微发酸。他知道古代门楣有多重要，可他非但没有看不起他孤身一人，还替他安排好了人家，让他风风光光的出嫁。谢谢你，冷冽。还跑吗？他摇了摇头。在现代，他也无父无母，9岁时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，学武是为了保护自己。如果能够在古代嫁给冷冽，那他也算是有个家了。他忽然感谢那幅画，
感谢秦婉把他送到了这里来。此时隔壁的秦婉正在泡澡。好舒服呀！热水从墙上的水管淅淅沥沥地流进了浴缸里，蒸汽氤氲了整个浴室。哎呀，完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让江北雨帮他拿吗？不，浴缸里一览无遗，让他蒙着眼睛给他送进来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谁知道他给他送来了寝衣之后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呀？所以他打算接下来自己去拿。洗完了？不要回头。那朕去洗了。本来都快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间，手都要够到门把手了，可这时候他还是转过了身来，看见身上只裹了一条浴巾，畏畏缩缩的像个小鹌鹑一样的秦婉，他有点好笑。知道他在害怕什么，他故意朝他走了过来。爱妃，朕的寝衣在哪里？在房里，我一会儿给你去拿。哦，可是朕在宫里的时候是有人伺候朕洗浴的，朕住了你朋友的客栈，不可能让小二过来伺候朕洗浴吧？你说对吗？那个臣妾让暗无伤进来。好啊，他要是有这个狗胆过来，你就让他过来。那臣妾……他硬着头皮，臣妾待会儿过来。好，那朕待会儿等着爱妃过来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总算是走了，秦婉偷偷松了口气，拧开门正要进去，可这时门把手将他身上的浴巾一挂，哗啦，身上一凉，那条本来就裹得不是很严实的浴巾翩然落地。这浴室的门怎么开的来着？这一转头就看见了令他血脉喷张的那一幕。秦婉怯怯地站着，觉得这一瞬间空气都凝滞了。这一瞬，他甚至都想把门给拆了。只要他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他面不改色，重新拾起了浴巾围了起来，走了过来。重新回到房里，他趴在松软的床上，将小脸埋在被子里，紧紧攥着被角。丢死人了，居然被狗皇帝看光光了！不过又转念一想，被看光光的是冷清清，和他秦婉有什么关系呢？殊不知，此时江北雨坐在浴缸里，刚才惊鸿一瞥的画面却总是在他脑海里挥散不去。他一遍一遍地试图平复呼吸，可他的二弟却平复不下去啊！进。臣妾来给皇上沐浴了。不用了，你走吧。秦婉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狗皇帝居然要放弃？朕让你退下，不用伺候了。哪个字听不明白？哦。江北雨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想起身去追，然而看了眼底下，又只能无奈地坐了回去。昨晚皇上睡得好吗？好，住着马掌柜180两一晚的房子，自然是睡得好的。冷将军昨晚睡得好吗？这里的床，臣一个人睡的确宽敞。昨夜臣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今日冷将军什么安排呀？一会儿我们打算去游湖。朕刚好也打算去。冷妃，去吗？去啊。哟，那不是皇上和冷将军吗？皇上和冷妃娘娘昨晚上也住在这儿。
秦婉心中暗笑，这个广告效果已经达到了，将来这间客栈根本不愁生意。听说了吗？公主正在准备嫁衣，要用990颗半寸大的淡水珍珠缝制。这么大的珍珠，一颗就要上百两。本国已经找到200多颗，剩下的只能从别国购买。现在已经涨到150两一颗了。乖乖，150两啊！那一件嫁衣得花多少钱？看见湖心那些摸棒的了吗？不都是为了摸珍珠？毕竟一颗就是150两啊！江北宇听着暗笑，北国皇室真是人傻钱多，他倒是有一壶珍珠，不知有多少颗，不如趁现在找人卖给那帮傻货。那你可知公主要嫁的人是谁？我怎么一点也没听到关于驸马的消息呢？什么驸马？公主要嫁的是江国的皇上。江北宇满头问号，他心虚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秦婉。秦婉因为不熟悉北国话，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啥。和马叔叔在船头已经拉开了鱼竿，俩人正在愉快地钓鱼。冷冽却是听得懂北国话的，方才那俩人在一旁说的话他也在听，此刻悠悠转过头来，默默地看着他。无知刁民，胡说八道，这件事朕根本不知道。他转身去了船舱里，冷冽也跟了进来。我的，我找到就是我的。拿过来，这是船上的东西，再说是客人点的，再怎么样也不属于你，拿过来。那船小二扑通一声直接跳进了水里，水面上咕咚咕咚冒起了一串泡泡。啊，外头怎么了？马叔叔就神采奕奕地把打听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什么？一颗珍珠150两？秦婉惊讶，接着一阵狂喜。那这黑心钱他必须得赚呀！哼，被人狡诈，谁知道这背后隐藏着什么骗局？此事最好别理。冷冽默默地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一言难尽，没有说话。正是因为北人狡猾，所以赚北人的钱没有负罪感吗？啊，青青，你有办法弄到那么多淡水珍珠吗？当然。朕不准。你凭啥不准呀？为他人做嫁衣，江北宇害怕他知道真相之后气得吐血。你身为一个宫妃，成天搞这些投机取巧、鸡鸣狗盗的事，成何体统？臣妾投机取巧、鸡鸣狗盗。熟悉他的脾性，这时候江北宇已经有点怂了，知道这时候他没有把桌子掀了是给他面子，故意朝冷冽挤了挤眼，想寻求场外救援。冷将军认为呢？皇上眼角抽筋了。皇上，臣以为还是如实说吧。北国那边传言，北国公主要嫁的男人就是皇上。这件事儿我早就听陆叶说过了呀，那位公主就是北国的第一美女陆轩吧？要不她怎么打定主意要赚这个黑心钱呢？她做她的嫁衣，我赚我的钱，她能不能嫁过来，哼，那还是另外一回事呢。下午的时候，一行人游湖结束，打道回府。马车上，马叔叔偷偷地问他：哎，你究竟怎么变出这些珍珠来的呀？你要永远相信现代的养殖坑人技术。看过那些开蚌壳的直播没？只要半个月的时间，就能培育出一颗大珍珠。不管你要方的、圆的、爱心的、紫的、粉的，都可以。一个壳里可以养10几颗珍珠呢。痴心妄想，朕不可能与你合谋。北北，朕不会帮你的，奸商。朕岂能和你一起作奸犯科？哎呀，北北，北北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北北最好了。
江北宇的身子一僵，一抹红从耳尖处开始蔓延，直到脖子根儿都红透了。朕只许破例这一次。秦婉顿时欢欣雀跃，没有什么比搞钱更让他开心的事情了。萱萱，还在气呢？那帮工人全部都是饭桶，气死我了！皇兄，我不管，那些珍珠我不要了，必须要全部重新给我收起。好好的珍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皇兄刚才看过，那些珍珠全都是好的。不是，一个蚌里出5颗珍珠，皇兄能信啊？显然是有人投机取巧，混了200多颗假的，骗过了那些愚蠢的工人。我堂堂北国公主，难道还能穿假珍珠制成的嫁衣吗？那还不被天下人笑死？谁说一定是假的了？这些珍珠全都是北国真金白银买来的，天下人有目共睹。皇兄说是真的就是真的。皇兄，你无需多言，这件事就这样定了。你要么就穿着这些珍珠做的嫁衣出嫁，要么就别想家了。当然，那200多颗珍珠的事儿，皇兄也会查清楚。朕倒要看看，何人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把我北国皇上当冤大头。这3万多两银子已经在秦婉的手上落袋为安，他数银子就花了一晚上，都数到了手抽筋儿。江国的新年即将来临，这是秦婉在这里的第一个新年，好离谱啊！他居然在古代待到了过年。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大珍珠吗？对啊，除了珍珠，他还喜欢玉器、黄金，总之值钱的他都喜欢。江北宇背着手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不知道他想要干嘛。新春来临，江南哥也从礼教回来了。你和皇兄怎么还没有生孩子啊？难道皇兄真如传言所说的那般？不行啊！秦婉大惊，心想这是能说的吗？就看见他身后江北宇脸上黑气翻涌。你还是小孩子，小孩子不能讨论这个话题的。过了年我就18了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你也只是不过比我大了1岁多一点点而已。秦婉只能给他眼神，疯狂暗示他江北宇就在他身后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眼睛进沙子了？来，我给你吹吹。哎呦，皇兄，疼！送你去学礼教，一整年都学到狗身上去了吗？堂堂一个公主，就像一个市井长舌妇，在宫里聊这种不知羞耻、上不了台面的话题。我这不是在关心你们吗？之前那些女的你全看不上，好不容易看上一个，还指望你能什么时候生出个小外甥给我玩呢？朕生的孩子岂是给你玩的？要玩成亲了自己生去。我才不成亲，这亲要看别人成才有意思，孩子看别人生才有意思。你看隔壁的陆轩，这亲还没成，就让他兄长给他准备珍珠嫁衣了。我可没让你给我准备珍珠嫁衣，别逼我。你皇兄也不是给不起，小看你皇兄了是不是？你想要，分分钟就能给你做一件。秦婉在心里暗笑，我才不要。他陆轩穿珍珠嫁衣，我就要穿吗？我才不做跟屁虫。不对，我才不要嫁人。秦婉看了他一眼，低头偷笑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秦婉暗笑，他刚才还装得挺像的，江北宇却以为他在笑话他不行，有些微恼。你别听他瞎说。他瞎说什么？哼，这行不行？你没试过，又怎么知道？我才不要试呢。青青，江北宇跟了上去。青青，他追上去，说出来却觉得脸臊得慌。你嫁给朕也有2年了，朕也想要有个孩子。
皇上那么多的妃嫔，想生就生啊。可是朕只想要个跟你的孩子，可以吗？秦婉一时语塞了。其实这段时间他和狗皇帝相处的挺好的，每天都开心，只要不用侍寝，真的挺开心的。可一旦在肉体上和狗皇帝有了纠缠，只怕从此以后就要在这里越陷越深了。他割舍不了现代的生活，那边还有他的亲人。他知道他可能会在这里留个1年2年，但绝对不会长久。他也不想他的孩子还小，妈妈就不在了。可是臣妾不喜欢孩子。他硬了硬心肠，最终说出了这句话，留下一脸蒙圈的狗皇帝独自离去。皇上，知道朕为什么要翻你牌子吗？臣妾不知。因为整个后宫，你算是朕看得还算顺眼的。还未来得及庆幸，他下一秒的一句话让他一颗心瞬间沉入了谷底。但是朕不会临幸于你，聪明的话就跟朕好好配合，明日朕能恢复封你的位分为齐妃。机灵的话，应该懂朕是什么意思。臣妾明白。睡吧，睡一会儿回去了。恭喜啊，再过几天就要做新娘子了。嗨，你我之间道什么喜啊？再过几天我们就真成一家人了。秦婉笑了笑。青青，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？没事儿。绝对有事。狗皇帝欺负你啦？啊，前几天晚上我想找你讨论客栈的事儿，你说你不方便，怎么了？再次提及那晚，秦婉感觉到一根尖刺猝不及防地猛扎进了他的心脏。他跑到湖边，扶着围栏一阵干呕。有了？有你个锤子！回城的马车，江北雨发现他坐的地方又隔得他远远的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其实他一直都知道，但他不能做那个戳破那层窗户纸的人，他要让他自己感悟到。叔叔，冷将军，可得答对了问题，才能将我们掌柜的娶走啊！问，马姑娘是哪国人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下一个，马姑娘最爱吃什么？草。又姓马又爱吃草，这回答惹得人哄堂大笑。马叔叔的脸沉了沉。马叔叔也没说过他爱吃什么，冷冽只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就吃那种切成丝的各种蔬菜，跟喂兔子一样，一紧张就说成了草了。不对，得做10个俯卧撑，做完了才能继续回答。冷冽着急娶媳妇儿，但也只能按照里面的指示，穿着一身大红的喜袍，就在地上吭哧吭哧地做起俯卧撑来。做完俯卧撑的冷冽，再接着回到门前接受拷问。是樱桃。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马姑娘的？第一眼。这个答案明显是让马叔叔意外的。他说他是图他色，缠他身子，他又何尝不是呢？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，这小子藏得可够深的呀。下一个，马叔叔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我妹。再下一个，以后府上谁管钱？叔叔管，我的一切都是叔叔的。门这才打开，清一色漂亮的粉衣女子堵在门前，朝他伸着手。祝冷将军和掌柜的新婚快乐，100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福寿安康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叔叔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我要很
和你再见了。皇上，臣妾好像有点喝醉了，想先回宫了。朕与你一起回去。也好。上了马车没多久，江北宇却闻到空气中隐约而来的一股异香，接着就失去了知觉。皇上喝醉了，暗侍卫，可否搭把手，帮我把皇上一起扶到寝宫？叔叔，希望你能一直幸福。娘娘，齐妃娘娘来了。哟，这大过年大晚上的，又过来找狗啊？我也不想这样麻烦你，是因为这天太晚了，布丁还没有回去。秦婉没有跟他多言，单手从狗窝里拎出那只挨着雄霸睡的小白糯团子，就丢给了他。青青啊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绕弯子。皇上那日并没有临幸于我。他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气你，让你吃醋而已。之所以选择我，是因为他知道必要时我会向你解释，告诉你真相。哼，幼稚。像心里堵了许久的大石头被人搬开了一样，秦婉忽然觉得自己没那么难受了。皇上的第一个孩子很重要，我想他应该是想留给你跟你生，你才是他心里命定的皇后人选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既然是他跟你做的戏，你提前告诉了我，就不怕他生气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才我看见你就想告诉你。好了，现在说出来了，心里舒坦多了。狗皇帝，诡计多端的狗东西，你以为我会吃醋吗？我才不会吃醋。哼！他起身回了内室。纵使齐妃告诉了他的真相，但他去意已决，因为通过这个事情更让他明白，帝王就是帝王。现在他和齐妃或许是假的，那日后万一还有张妃、李妃呢？身为帝王，繁衍子嗣，将皇脉壮大并不是错，他也大可不必为他守身。这里是他不应该来的地方，他回去了，只不过将这一切归于原位。他将画卷取出来，展开悬挂在床头，之后打开窗，模仿马叔叔上一次的样子，站立于窗边，手中拿着铜镜。顿30多。此刻秦婉手上拿着铜镜在研究着，记得马叔叔说过，那时看见月光落在画上，大概与水平线呈现探30度角的时候，角度快要对上了，外头突然传来了一句皇上驾到，他吓了一跳，手一抖，铜镜直接躺下去了。朕知道，其实这些日子你一直都在生朕的气，因为朕翻了齐妃。前几日在马车里的时候，你说朕小气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你不喜欢孩子。朕有那么多的嫔妃，想生就去找他们生。可是朕翻了齐妃，你又生气，到底是谁小气？被窝里，秦婉的手紧紧攥着，她40米的大刀都快收不住了。可你知道吗？那一晚，朕和齐妃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朕只是想让你看清自己的心，让你看清，你是在乎朕的。朕只想要个跟你的孩子。虽然朕有那么多嫔妃，但是朕与他们从来没有过夫妻之实，因为朕想等一个朕真心喜欢的女子，和她相守一生。朕是不是还没有跟你说过朕太奶奶的故事？她就是江国唯一的女帝，也是青出于蓝最贤明的君主。她带着江国走向了盛世，但是她也从继位到薨逝，自始至终
就只有过一位夫君。朕也想像他那样贤明治世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如果你愿意与朕相爱，那你就是朕的唯一。如果你现在不想生孩子，也没关系，朕也可以等你，我们慢慢来。不知为何，啪嗒，一滴眼泪从他眼睛里落下来，落在了他枕上。说完这些，他徐徐起身走了出去。秦婉坐了起来，泪水突然决了堤。小奶狗的一番肺腑之言，居然让她一个雄鹰一般的女人落泪了。这狗皇帝干嘛跟她说这些呀？还怪感人的呢。果然，真诚才是必杀技呀。思考了一夜，辗转反侧，秦婉心想，他要真走了，狗皇帝还不得哭死啊？算了，还是先留下吧。不过这话得找机会先还回去，不然的话，狗皇帝只告诉过他书房密室的机关，要是发现画丢了，那肯定首当其冲怀疑他呀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又将画收进了画筒。冷妃，早啊。这大白天的，秦婉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江北宇原本还不确定这幅画与他有什么关联，现在可以确定了，这幅画就是他回去的秘密。冷妃这一大清早的，不是懒觉，偷偷来朕的书房里偷画。臣妾实在太喜欢这幅画了，昨晚半夜3更夜不能寐，偷偷拿回去欣赏。臣妾这不就送回来了吗？哦，那你猜朕信不信？真这么喜欢，就努力做朕的皇后。秦婉心想，昨天还在他床头哭着喊着要他做他的唯一，现在却要他努力。可是臣妾懒，臣妾不想努力了。那只有皇上替臣妾努力一点点了。另一边，太阳都升老高了，将军府里一辆马车才徐徐出来。困就在我身上再睡一会儿。马叔叔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，枕在他腿上，睡在马车里。冷冽整个身子一僵，拿起一卷兵书，试图转移注意力。他满脑都是昨晚的画面，白软的细腰，长腿，掐着那把腰，害怕将它弄碎了，可却着了迷的喜欢他咬着下唇，偷偷忍耐的模样。拿起兵书，低头偷偷看了眼他的宝贝媳妇儿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不敢乱动，怕他醒了。我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不知道用什么狐媚手段勾引了冷将军。我听说他一开始是出现在皇上的寝殿里，连衣服也没穿。啊，那可不是勾引不上皇上，这才勾引的冷将军。谁说不是呢？听说啊，这将军夫人和冷妃的关系特别好，都是一路的狐媚货色。冷夫人，马叔叔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几个人来者不善。原来这位就是冷将军刚过门的夫人啊！祝你和冷将军新婚快乐。齐怀觉手上的酒杯和他手上的酒杯一碰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那杯酒大半都泼到了他身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用不好意思，弄脏了赔就是了。这条裙子5000两，赔钱。哎呀，那么贵呀！齐姐姐又不是故意的。冷夫人，你怎能如此计较，咄咄逼人呢？少拿道德绑架我，弄坏了别人的东西，赔偿天经地义。齐妹妹看得起你，才过来给你敬酒的。不就不小心弄脏了一点，你不会自己回家洗洗吗？竟然还讹起人来了！这里是什么场合，你不知道吗？瞧瞧你这丢人现眼的样子。哦，对了，该不会你知道齐妹妹是冷将军的青梅竹马，故意为难齐妹妹吧？
早知道将军夫人是这个德行，我们才不会过来给你敬酒呢。就是，瞧他那穷酸的样子，哼，跟没见过钱似的。早知道他是这个德行，我们才不会过来给他敬酒呢。哼！哦，原来你就是我丈夫的青梅竹马啊！哼，那就怪不得啊，刚才会嫉妒的把酒泼在我身上了。但你嫉妒的发疯了也没有用，我丈夫说了，他此生啊只会娶我一个，你连当他小妾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呢。你！齐怀觉恼羞成怒，伸手就要打他。什么时候青梅竹马的门槛那么低了？叔叔，我与齐姑娘不过是认识而已，别听他们造谣。马叔叔哦了一声。齐怀觉，马上给我夫人道歉。齐怀觉万万没料到，平日里自带冷漠边界感，看见女人一句话都不说的冷将军，居然也会扎女人堆里来管女人的事儿，低声解释：“我真的是不小心的。”跟他说。对不起。道了歉，钱还是照样要赔的。明日我会亲自去丞相府向你父亲索要。齐怀觉吓惨了，那可是5000两啊！他爹能扒了他的皮。皇上，老臣得到最新消息，北国即将送公主陆宣前来和亲。什么东西？他要将人送过来，朕就要照单全收吗？北国送来的和亲大礼是10座城池，当做公主的嫁妆。姜维宇震惊了，那些大臣们也都震惊了。皇上，如果北国真的愿意将那10座城池归还，倒不如我们就答应与北国和亲吧。同意和亲？北国随随便便塞个女人过来，朕都要照单全收的话，在北国人眼里，朕岂不是任人拿捏？这怎能说是拿捏呢？这可是10座城池呢！这10座城池如果能以这样和平的方式交付，对两国百姓来说算是幸事，对两国之间也算是美谈。更何况北国也没有要求让皇上立陆宣为后，皇上封个妃位就好了。对于皇上来说，无非就是后宫多了个女人；对于姜国来说，那是多了10座城池啊！对呀，皇上三思啊！你们怕是对美谈有什么误解？100-200年前，姜国送去10座城池为聘，是因那位姜国太子与公主两情相悦。那位太子自小在北国长大，也算是半个北国人。也是在那位公主的激励下，那位太子才夺回了江山。在两人的相互扶持下，带动两国一起繁荣昌盛。那位公主的价值早就超过了10座城池，这才叫做美谈。那位叫陆宣的，他又算什么？做一件嫁衣就大动干戈，劳民伤财，朕娶她来做什么？继续霍霍朕的江山吗？朕是不会去的，你们死了这条心。娘娘，您放心吧，皇上没有答应。奴才听御书房那边的人说，皇上发了好大的火，把劝皇上答应和亲的大臣们都赶出去了呢。本宫又没问，谁让你去打听的？是奴才自己想知道的，自己去打听的。秦婉心里稍稍舒坦了点，但是她知道这件事怕是没这么快就能过去的。第2日，北国的国书果然已经送到了，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个事情。如他所料，满朝文武都眉飞色舞，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，齐齐劝谏姜北宇，让他接受10座城池，同意与北国的和亲。此事无需再奏，朕拒绝与北国和亲。此言一出，满朝文武犹如当头棒喝，所有大臣都诧异，甚至想破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。于皇上而言，只不过是后宫多了个女人而已。于姜国而言，没有任何损失，皇上为什么就不答应呢？此事不必在意，朕心意已决。诸位爱卿，如有其他事情，请上奏；若无其他事在意，那便退朝。皇上，钓鱼嘛，哪能不下饵的？皇兄，
开心点儿。陆衍若有所思。待天下归一了，世间没有了姜国，也没有了北国，天下间所有的城池百姓都是归于皇兄的。陆衍缓缓抬眸看他，这个妹妹有美貌，有才华，有脑子，主动请缨，让他有细心，他能将江北宇迷惑，帮他夺取天下。公主，姜国那边传来歌书，最新消息，姜国皇帝不答应和亲。哼，他会答应的。在姜国的朝堂里，潜伏着许多出色的犬马，他们拿着姜国的俸禄为北国分忧，江北宇却从不知情。前段时间在姜国被撤职的只是冰山一角，他相信在那些人的运作下，结局不会让他很失望。皇上，不好了，百姓们在京城大街上游行，还望皇上三思，接受圣旨，与北国和亲。江北宇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。退朝！整个金銮殿没有一个大臣离开，一直从早晨跪到了日暮。秦婉听闻了消息，神色落寞了下来。其实在他心里亦有一根紧紧绷住的弦，他在抗争，他在努力，他的那根弦也在越绷越紧。清江，哥哥求你一件事儿。这件事儿，身为你的兄长，不该说，但身为一个臣子，身为姜国的大将军，我必须找你。我知道，皇上如今和群臣和百姓抗争，不愿和北国和亲，全是因为你。所以呢？你是想让我劝说他吗？只有你能劝说他了。秦婉神色依然平静，他知道这是古代，以冷冽的立场说这样的话，他也没有错。可是这近10日我都没有见过他，皇上也从来没有找过我说这个事儿。我想还是交给皇上让他自己处理吧。可是皇上他现在犯轴，甚至说出不接受和亲，依然能将这10座城池打回来的话。可是真的为这10座城池大动干戈，你可知道会有多劳民伤财，要平白流多少血？这10座城池现在能以这样和平的方式回归，的确是两国之幸。冷冽脸色沉重，万分无奈。清江，这就是你选择嫁的男人，他是皇上，你没有办法。行啦，我知道了，我考虑考虑再说吧。冷冽离开了，可秦婉只是又静静地在庭中坐了2日。道理他都明白，但他不是圣母，可以做到亲口劝他去纳一个自己讨厌的女子。他是秦婉，不是冷清清。北国国书第9日的夜晚，他终于来找他了。青青，有一件事正要与你商量。你说。他听到他重重叹了一口气。唉，其实这些天你没有出门，朕知道那件事你是知道的。明日是最后的期限了。他声音很轻。朕答应你，就把它当成摆设，朕绝对不会碰他一根手指，好不好？不行！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对他喊出了这句话，伴随着这些天的隐忍和委屈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你要是敢让陆轩过来，我就走。皇上，你还记得对臣妾许诺过什么吗？皇上说过的，臣妾从那之后就是皇上的唯一，这句话不算数了吗？门外没有了声音，久到他以为他早就离开了。青青，对不起，朕已经尽力了。好。心里这么多日紧紧绷的弦骤然松开了。秦婉像一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儿。皇上没有错，错的是臣妾。江北宇真的没有错，
错的是这里根本就不是他的世界。江北宇回到书房，便踉跄地锁起了密道的开关。他想，等他冷静一段时间就好了，他绝对不会放他离开的，绝对不会。殊不知，房间里秦婉已经静静从床底下的暗格里拿出了一幅画。第一次他将此画借出，其实就已经偷偷找人仿制了。于是第二次他将画偷出来后，就偷梁换柱了。将画挂起来后，他果断推开窗，让月光照进来，手持一面铜镜调整角度。上一次被他那句从此之后是朕的唯一所打动，又陪了他这些时光，可以了。画面上灯光亮起，忽然整幅画发出了巨大耀眼的光芒。今晚到此一游，今日到此为止了。狗皇帝，拜拜了您嘞。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回到了家中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整个人蒙圈了有3秒，才确信自己是真的回来了。9点30分离开，9点54分回来，现实世界里只过去了24分钟。今晚有些怅然若失，就在他刚才愣神的那30秒，那边已经过去5、6天了吧？狗皇帝发现他消失了吗？叔叔，我已经回到现代了。他给马叔叔发了消息，没有回复。这里每过去的1分钟，相当于那边的12天。现在已经距离他离开过去了差不多有1个月。他很冷静，喝了口咖啡，然后上楼洗澡。走进浴室的时候，他裂开了。为什么他身上还穿着古装啊？这他喵的是冷清清的身体啊！那他的身体在哪里呢？他提心吊胆，在家里找了一圈，没找着。他连滚带爬地抓起手机，又给马叔叔发了一条消息。对了，现在古代的那个人是谁？冷清清还在吗？前一条消息还没有回复，等了一会儿，他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对，还是暂时先放下手机进去洗澡。12天，又12天。突然间想到了什么，他猛地一拍大腿。哎呀，走得太匆忙，我的大金枕头忘带来了。还有一堆狗皇帝之前赏赐的上好翡翠、瓷器、古玩字画，还有那些胖乎乎的小金元宝。如果能带回来，爷爷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算了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也不缺这仨瓜俩枣的。3秒钟之后，萌女落泪。可是他一颗汗珠摔成8瓣，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当啊！要不等那边过去个几年了，再偷偷溜回去一次，把东西扛回来。秦婉擦着头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，他掐指算了一下，他走了有大半年了。拿起洗手台上的手机再看了一眼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马叔叔还没有回消息啊？该不会得知我跑路，江北宇龙颜大怒，把冷清清的9族里面包括马叔叔一起全嘎了吧？想到这里，他浑身涌上一阵恶寒。细细一想，又觉得不太可能。吹干头发，他躺在床上，也冷静下来，做了个决定。他决定等明天早上，如果还没有收到马叔叔的消息，就等那边的世界过去20年之后再回去一趟，看看那边是什么情况。出不出来？吃烧烤？来，让马叔叔一起出来，他电话我打不通。
叔叔他今天不在家。啊，没事儿，待会儿你自己来，老地方见。嗯，好。老地方是18铺附近的烧烤酒吧。你看你想吃什么，再点一点。每人爱吃的我都爱，就这些吧。我怎么感觉你的脸好像变了？打针啦？没啊。后来想起来了，他喵的这身体是冷清清的呀，一开始差别还更大呢。叔叔哪里去了？上次说给叔叔介绍对象的事，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开高尔夫球场的男孩子，1.8米，20来岁。啊，不用了，他现在应该不需要了。啊？这么快就找着了？前2天他不是还吵嚷着自己单身，想要尝一尝爱情的苦果吗？啊，找着了，人还不错。男的是做什么的？是个兵哥哥。这兵哥哥就等于兵加我哥。就知道他喜欢这一款的，在马路上，但凡看见个长得帅的、穿军装的，他都走不动道。那你呢？你要不要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小伙子看上去就是个小奶狗，乖乖牌。不用，我可不喜欢小奶狗。说完就被咬了舌头。该死的，心里又晃过了那个狗皇帝变成小奶狗撩他的场景了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就是有点渴了。一觉醒来，依然没有收到马叔叔的消息，他觉得很奇怪。自他走后，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那个世界里，狗皇帝如果还活着，应该已经40岁了。那个世界距离他离开已经过去了20多年。他要再去看一眼马叔叔，然后拿回他的那些宝贝们。早年。另一边，江国皇宫，江北宇回到书房，便踉踉跄跄地锁起了密道的开关。在落锁的那一刻，他忽然隐隐察觉到，好像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儿。任他这样狡猾的性格，如果这幅画真是他的退路，又怎会乖乖地送回来呢？该死，画被换了。他立刻转身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荣华殿。刚进院子，他就看见他从寝殿窗户里迸发出的白光。冷清清，你要是敢走，朕就打断你的腿，诛你9族。果然，等他推开他寝殿的门，一眼就看到了悬挂在他床头的那幅画。他看见那画上的光芒渐渐熄灭了，甚至那张画还微微晃动了一下。青青，他慌了，他意识到了什么，找遍了整个寝殿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是朕的错，朕错了，朕答应了你，从此以后就你一个人，是朕没有办到。他喃喃自语，可是他们所有人全部都在逼朕。他今年不过才22岁，少年天子，未及弱冠之年就继承了皇位，没有自己的倚仗和根基。他认为他也可以成为像太奶一样让四海都臣服的君主，可他竟然连自己喜欢的女孩都留不住。朕答应你，不娶了，不娶了，朕会与他们抗争到底，只要你回来朕的身边，好不好？房间里安安静静的，无人回应他。忽然他看到了地上掉落的铜镜，捡起来在手中端详了一下，目光深邃，若有所思。铜镜，画，怎么回事？他调整了一下角度，按照原来的方法再一次。早年依然无事发生。不是，他回不去了？难道说阳光不可以，一定要用月光？不知为何，他心里猛然一空。哎呀，走了，上班上班。秦总，这是公司新来的一批网红主播，昨天直播部的大区经理已经面过了，条件都很棒。
他们的账号资料和过往作品、直播数据情况已经发您邮箱了。但今年公司力推打造的偶像网红名额只有3个，得由您亲自挑选。好。10分钟后，他去了练习室，只见10余个美男站成了一排，出现在他面前。都男的？本季度的推广方向是男网红，下季度是女网红。秦婉心想，这从前还没发觉，现在一看，这不纯纯选妃吗？要是手上再来个去或者留的牌子，就更像了。正想着，简安澜就把去和留的牌子递了上来。啥意思啊？这是前段时间我们拍广告片留下的道具，您看到哪个比较合您心意的，您就举。给他们戴上发套。工作人员们不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很快，从公司的道具房拿来了拍古装剧的头套，给他们安排上了。本宫，呸，居然嘴瓢了。我方才呢有个灵感，我想要打造一个穿越主题的直播形式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个古代的身份，从今以后戴着发套模仿古人直播。直播嘛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噱头。今天呢我就不选了，给大家3个月的时间，你们靠数据为自己挣名分，往上晋升，3个月后前3的可以获得公司的特别推广，一切都公平合理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花美男们鱼贯而出。秦总，您这个点子好绝啊！还好吧，先看看效果再说。帝都时间的中午12点，这个时间狗皇帝应该已经快50了。江北雨啊，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？青青，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我靠，今天晚上下雨啊，所以还要再等到明晚。明晚那就是24个小时之后了，那个时候那边已经又过去了48年，运气好，或许还能看见狗皇帝的孙子。今晚心头一暗，一辆粉色的兰博基尼冲出了别墅区大门，穿过雨幕，停在了一家花圈纸钱店的门前。他买了一个粉色和一个黑色的纸扎的手机，粉色的给叔叔，和他现在用的是一个款式，黑色的给狗皇帝，最新款。回到家，他翻出了一个铜盆，在阳台上将2个手机一起烧了。2个手机在顷刻间被火点燃，化成灰烬，火光在他的眸子里跳动着，明明灭灭。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吧？一睁眼，眼前再次浮现了那间熟悉的寝殿。秦婉满脑子问号，江国的皇室这么穷吗？近100年都没有换过装修。趁着夜色，他悄咪咪地下了榻，打晕了角落里的一个工人。秦婉悄咪咪地换上了小宫女的衣服，一路低着头。既然回来了，他打算去他的荣华殿走一走，看一看现在的主人是谁。他从暗门潜了进去，去了他寝殿，看见他寝殿里负手伫立着的一道明黄色的身影。当那张脸微微侧过来的时候，他惊呆了。江北宇这基因也太强大了吧，他孙子咋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嘞？皇上，搜遍了整个皇宫，没看到冷妃娘娘。朕知道了。我去，怎么还是江北宇啊？他不是早应该成为一块碑了吗？今晚不淡定了，他在现代都过了几天了，怎么再回到古代，好像还在他离开的那一晚上呢？难不成他从古代回到现代，时差就又反了过来？现代的12天相当于古代的1分钟。他
他崩了。所以他以为他离去了好几天，在古代却只是过去了一小会儿。下一秒，他看到了让他血压飙升的那一幕。狗皇帝摘下了他挂在床头上的那幅画，小心翼翼地卷起来，拿在手里，转身离开了。在他离开后，秦婉吹了吹哨子，冷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快，送我离开这里。好。先前齐王走的时候送了他一块人皮面具。你回将军府吧，我不打算再做宫里的娘娘了。感谢这段时间以来你对我的照顾，你回去让我哥给你另谋一份差事吧。冷将军让我干的差事就是保护大小姐，和大小姐是不是娘娘了没有任何关系。大小姐如今出了宫，我还能继续保护你。嗯，好。虽然变了一张脸，但神态还是与他相似的。马叔叔立即朝他走来。接下来我会在这里躲一阵子，你时不时可以过来与我会合。你的脸？哎，贴的，没事。我回过一次现代了，就在刚刚。马叔叔震惊了。哼，我还回公司了，面试了一堆网红小奶狗，还和一个电影公司签了合同，下个月帮他们宣传即将上线的电影。以后有机会了，你也可以带冷冽回现代看看。到现代后，那边的12天等于这边的1分钟，我都待了好几天了，回来还跟走的时间差不多。那么快？对啊，不过还有个坏消息，那幅画现在不在我手上，我晚回来一步，那幅画被狗皇帝收走了。马叔叔感觉到不可思议，一眼看见茶几上扔着的爱马仕喜马拉雅 Birkin， 这个包是他过去没带过来的。我去，你真回去了一趟啊！哦天哪，鲁，你带 WiFi 来了，赶紧试试。好家伙，连上了！嘿，以后啊，你不用去你家皇帝的寝殿，随时可以与我联系了。可不是嘛！秦婉酷酷的给他抛了个媚眼。现在首当其冲还是得把那幅画搞回来，我要把这里搞到的宝贝通通运回去。那都运回去了，你是不是不回来了？如果回去方便的话，有机会我还是会隔3差5的过来看你的。马叔叔一听就假，不过对于闺蜜的选择，他向来是尊重祝福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回去了一趟，就证明通过那个方法能回去。来日方长，你先留在这里，我们在计划着怎么把皇上的那幅画搞到手。哎，对了，我在这里的事儿先不要告诉我哥，如果他问起你我在哪里，你就说不知道。他是朝廷命官，如若知情不报，对他不好。嗯，好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现在大晚上的，出来久了我哥要多心了。有什么事儿，手机上联络。江北宇回到寝殿，想想还是觉得不甘心，又让人牵着猎狗在整个皇宫里寻了一圈，居然在他院子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套款式奇怪的黑色衣服。他嗅了嗅那套衣服，目光变得深邃了起来。他让人将那套衣服收好了，放在他的衣柜里，剩下一个墨镜，他试着戴了起来，眼前瞬间变得一片昏暗。什么玩意儿？他又嫌弃地摘了下来。第二日一早，冷妃呢？皇上，青青真的不在臣这里，她没回来。那你知道她从宫中出逃了吗？昨天晚上有人给臣传了消息，臣知道了这件事，也派人去找了，没找到呢。哎，客官，这边取号，叫到您的号再进去。此时秦婉拎着一袋刚买好的水果和点心上楼，一抬头赫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四目相对，那人的目光悠悠落在他脸上。秦婉一脸淡定，直接别开。等等，为什么他不用取号啊？我问你，为什么他不用取号？小二刚想解释，他是我们老板的亲戚。秦婉莫名的退了回来，伸手。
抱歉，给我个号牌。你这刁民，怎么如此污秽？这是别人进食的地方，你在这里吐痰。你这黄毛小儿懂不懂礼数？我年纪可以做你爹了，轮得到你指教我？暗无伤连忙从暗处过来，拦住了大叔，给大叔悄悄塞了几两银子，这才平息了战火。秦婉以为狗皇帝这会儿该圆润的走开了吧，没想到狗皇帝忍了忍，又在别的地方坐了下来。秦婉把手伸进了袖子里，10根手指健步如飞，给马叔叔发消息：快找个美男来陪我吃饭，我在玩火锅58号桌，找个狗皇帝没见过的。好嘞，57号，57号有吗？狗皇帝在他前面一个号看了眼自己的号牌，进去了。他在狗皇帝后面一个号，不多时也叫到了号，往里面走。2张桌子隔得不远，暗无伤默默站在他身边。你也坐下。暗无伤有点不敢相信。你负责给朕下菜。暗无伤哦了一声，他知道，他就知道。江北宇的目光又若无其事地朝另一桌看去，这时却见一个身高8尺有余、容貌屹立的男子朝那桌走去，在他对面坐下来。哼，来了。他手上的筷子差点掰断。他也就奇怪了，明明只是觉得那女子与他有些相似，还尚在观察，怎么这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？秦婉刻意用左手吃饭，看到这明显的差别，江北宇蓦然失落了，是他多心了。火速干完这顿饭，江北宇起身离开了。辛苦你了啊，你表现得很好，有机会再合作。那人懵了，免费蹭一顿他平日里都舍不得吃的火锅，还有钱拿。冷清清，你究竟在哪儿？10多天了，几乎把京城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将军府也去过了3次，愣是没有一点他的消息。狠心的小白眼狼啊，这个60两银子一只，公子是要清蒸还是油炸，蒜蓉还是麻辣？清蒸，麻辣。好的，您稍等，美味马上为您送到。小二离去了，他拿起餐桌上供客人消遣的图册，随意看了眼。过了差不多1盏茶的时间，门就被敲响了。进。打开门，一个身高8尺、容貌屹立的小二推着餐车进来。公子您好，让您久等了。您点的清蒸波龙已为您烹制好，这是本店送您的水果拼盘，祝您用餐愉快。是你？这位客官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13天前，你去了玩火锅店。小二想起那日收了银子，那位女子说：若是日后有人认出了你，问你是不是来这里吃过火锅，你一律说他认错人了。如果问我是谁，你更不要回答。你今日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吃过火锅，也没有见过我。没有啊，这位公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江北宇确定自己是不可能认错的，他否认更是欲盖弥彰。一起吃火锅的女子到底是谁？这位客官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我根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江北宇冷哼了一声：那日是你老板叫你去玩火锅店的吧？实话实说，这锭金子就是你的。小二咽了咽口水，不过一顿饱和顿顿饱还是分得清的。他在叔父家当跑堂的，是多少同村人羡慕的工作。客官，这不合适。不是，我也不能为了钱胡说八道啊。江北宇又在旁边加了一枚50两的金元宝，一大一小都胖乎乎的，闪瞎了他的眼。小二只好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。没错，是我。对不起了，老板，还有那位姑娘，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那日我趁着点卯的时间偷偷溜出去，和我未过门的妻子吃了顿火锅，害怕被老板发现才矢口否认的。
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说，那个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？是啊。好了，没事了。狗皇帝把我的窝给掏了，不过没有掏到我。此时，马叔叔正在和冷冽一起在树屋里追一部古装剧，看到浮窗上闪过的文字消息，顿时有点尴尬。嗨，垃圾短信太多了，影响看剧，我来设置一下。晚点再说，你哥在。回到房中，吹熄了蜡烛，俩人躺下。马叔叔一直睁着眼，一直听到枕畔均匀的呼吸声响起，这才蹑手蹑脚地下了榻，一路跑回了树屋。我回来啦，现在安全了，怎么说？我觉得可以找人去接榜，那是能正儿八经地接触到古皇帝的途径。你现在有计划了吗？有。外边待不好，可以让他回家。他不是有人皮面具吗？马叔叔一惊，呆住了，再往树下一看，没人了。被你哥发现了，他让你回来，戴着人皮面具。好。嗨，张裁缝，你来啦！来，开春了，你给我做几件衣裳。接着把人带进去。皇上，好消息，有人接了皇榜。是你接的榜？正是。你知道冷妃娘娘的下落？知道。那冷妃现在在何处？画里。哦。从哪里来，回到了哪里。哪幅画？大师故意不说话了。那你有办法帮朕找到冷妃？是也，自然是去了哪里就从哪里去找。好，朕可以把那幅画给你找来，你在朕的眼前进画里，把冷妃捞出来。皇上，画中世界凶险呀，皇上在边上容易误闯啊。将画交给在下就好，只需1日，在下便能将娘娘从画里拉出来。你要将画带走？自然，为了保证成功的概率，在下需要在一个冷妃自小熟悉的环境，在周围封闭的环境中进行。若你能将娘娘带回，朕必然重重有赏。可你若什么事情都有成功和失败，在下也不能给皇上打包票，一定能够将娘娘带回来。但在下一定会全力以赴。若是失败还要受罚的话，那在下还是算了吧。皇上，请另请高明。可是这皇榜你已经接了。大师气笑了，心头涌上一念。好，如若失败了，在下任凭皇上责罚。如若失败了，要重打30大板子。好，丫头拿去。哎呀，画儿啊，画儿，你可算又回到我手上了。当他展开了画卷，淡淡的松香从画上传来。我靠，画是假的，这不是之前偷梁换柱忽悠狗皇帝的那一幅吗？啊，不好！他意识到哪里不对，要跑路的时候，外头传来一声：“不好了，将军府被包围了！”啊，不是，他凭什么呀？不多时，江北宇就走进来了。冷将军，冷冽黑着一张脸。身为帝妃，冷妃擅自逃离皇宫，这本是株连9族的重罪。朕念在冷将军为我朝立下战功，一直给予冷将军弥补的机会，让冷将军将人找回。朕也张贴皇榜，积极寻找，奈何到今日冷妃都没有下落。刚巧今日有人接了皇榜，说能替朕找到冷妃。朕给冷将军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全力配合大师，务必将冷妃寻回，如何？可你给的画是假的呀。朕给的画是真是假，冷将军会不知道吗？
冷冽脸色微微一变，他清楚皇上心里都有数了，这一切不过是给他一个台阶。那如果明日大事失败了，会如何？自然是按律处置。如果明日大事也失败了，那只能将冷将军一家连罪捉拿了。柜子里，秦婉通过那条缝清晰地看见这个男人果决、冷酷无情的样子。朕今日就在将军府外，等着冷将军的好消息。确定他走了之后，秦婉推开柜子门走了出来，无奈地说：“明日我便出来跟他回宫吧。”这点事儿，哥哥还是扛得住吧？今晚我送你从密道跑吧，跑得越远越好。难道哥哥不觉得是我在胡闹吗？不，青青都这样想要逃了，留在他身边一辈子肯定痛苦。朝中缺乏良将，皇上不会就这样杀了我的。现在不过是想拿捏我，逼我主动交出你。只要我顶住，不交他就没办法。秦婉略一思索，目光坚定。不，我决定了，明日我跟他回去，有些事儿我必须要跟他说清楚。别委屈了自己，如果谈不来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哥哥说，哥哥永远都是站在青青这一边的。秦婉心头涌上了一阵感动，点了点头。青青，他飞快下了马车，踉跄着向前。青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是，我再不回来，皇上还不把将军府给掀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回宫再说吧。回宫之后，回到荣华殿，秦婉屏退左右，郑重地说：“皇上，有一件事儿，我必须要向你坦明。”江北宇注意到，他这次回来自称的是我，而没有再自称过臣妾。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秦婉，而并非冷妃冷清清。9个月以前，就在冷清清第一次翻牌被侍寝的那一夜，我通过我家客厅里的画，无意中穿了过来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，为了活命，只能一时惶恐地借助冷清清的身份，在宫里生存着，一边寻找着能回去的办法。那时候我每天如履薄冰，皇上嫌弃我，还总有妃嫔想要害我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回去。后来我的情况好转了，皇上也不再那么讨厌我，也被我找到了回去的方法，就是皇上书房里那幅和我家客厅一样的画，想来应该是同一幅。其实我原本就早该回去的，只是那一日皇上拉住我，用真诚打动了我，让我做你的唯一。所以我暂时留了下来，试图试着和皇上相处，可是没想到不到3个月，皇上就出尔反尔。不过仔细想来，皇上并没有错，你是统领整个江国95之尊的皇啊，你的子嗣是这个国家的延续，你就该娶一堆老婆，生一堆孩子的。秦婉拿出一张身份证，这和当初马叔叔出事的那张一模一样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秦婉。冷清清是皇上的妃子，而我秦婉并不是，我与将军府之间并没有关系，请皇上准许我离开。这件事朕早就知道了，你真以为以朕的智商发现不了吗？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朕就知道这件事了。那皇上昨日还为难将军府？哼，朕知道，不代表冷将军知道。冷将军明知你是朕的妃子，在明知你逃离皇宫的情况下窝藏你，甚至协助你离开，把朕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一样罪责难逃。既然现在一切都讲清楚了，那就好聚好散吧。好聚好散？秦婉，你是不是当朕是冤大头啊？第一次听狗皇帝叫自己的名字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朕比对过你身上的胎记，你身上的每一粒痣与冷妃进宫时的记录做对比，你身上用的这具仍是冷妃的身体，对吧？那你还说你和冷妃和将军府没有关系，
你走了，那朕的冷妃呢？秦婉意外，没想到他居然打听的那么清楚。那你想怎样？怎样才愿意放我离开？你可以对朕解释这些常人很难相信理解的事情，朕也愿意相信你。但你能让天下人都相信你的解释，相信你不是冷妃吗？在所有人眼中，你就是冷妃。当然，朕也可以把话借你，放你走。但是，朕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可以2选1。第一个，就是找到真正的冷清清，只要你能找回冷清清，朕可以马上放你离开。第二个，便是再留在朕身边半年。半年之后，如果真正的冷妃还没有出现，朕便会废了冷妃。这样，你就算离开将军府，也不会因此受累。你可以安安心心回去，从此天高任鸟飞。好。江北宇望着他，诚恳地说：“北国公主陆宣即将嫁过来，北国皇帝陆衍一向阴险狡诈，睚眦必较，这次竟然愿意主动割让10座城池，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朕需要你，秦婉。”哎呀，昨天呀，我和冷冽都担心死你了。昨天我跟狗皇帝坦白了我不是冷清清，而是秦婉的事儿。我在想，这件事要不要跟冷冽也坦白啊？我的建议呢，是在真正的冷清清被找回来之前，还是先不要吧。他那么爱他的妹妹，如果他知道了，得有多难过啊！毕竟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确是冷清清的，现在还活生生的在他眼前，也算有个寄托。等哪一天你真的回去了，我会跟他说的。也不知道真正的冷清清在哪里，还以为上次回去能回到我自己的身体里呢。你回现代之后也没有看到过他吗？